对俄罗斯、伊朗发出威胁，又对乌克兰发出警告。特朗普为了尽快解决乌俄中东纷争，再次释放出强烈信号。面对特朗普的威胁与警告，三个国家分别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当地时间3月30日，美国 BNC 节目主持人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当俄罗斯总统普京批判泽连斯基领导地位的可信度时，特朗普感到生气与愤怒。根据采访，特朗普的原话为：当普京开始质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可信度，并发出乌克兰需要新领导层的建议时，特朗普感到非常生气。如果俄罗斯无法与特朗普就停止乌克兰冲突达成协议，那么这将是俄罗斯的错。一旦如此，特朗普将对俄罗斯石油征收2级关税，这些关税将在1个月内开始征收。这就意味着某些从俄罗斯采购石油的国家就不能再与美国做生意，因为美国将对这些国家征收超过 25% 的关税。同时，特朗普还表示，普京知道自己很生气，只要能做出特朗普认为正确的事，那么这个愤怒就会很快消散。事实上，特朗普针对普京的言论源于3月27日夜间至28日凌晨，普京在与阿尔汉格尔斯克号核潜艇官员交流时，提及与乌克兰方面和平谈判话题时表示，认为乌克兰没有进行选举，所以基辅当前政权并不具备合法性，导致俄罗斯不知道应该与乌克兰哪些官员签署协议，因为明天就有可能更换为下一个政权。所以普京准备提议在联合国监督下，与美国、欧洲以及其他盟国在乌克兰建立临时管理结构，以便让乌克兰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具有法律效应的政府。按照普京的意思，只有乌克兰在这项建议下建立一个有能力、受信任的政府，俄罗斯才会去与其展开和平谈判，签署外界全部认可的、可靠的以及稳定的合法文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在乌克兰实施临时管理的议题并未在美俄沙特会谈中提出。另外，在话中，普京表示一定会将乌军彻底打败，称当前俄军已经控制 99% 的卢甘斯克地区。另外，俄军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以及赫尔松3个地区的控制面积也已经超过 70%， 表示俄军在整个战场都占据了战略优势，前线部队每天都在向前推进。按照普京的讲话意思，乌克兰的地方权力机构、州长任命什么的都需要总统点头才行，但若是泽连斯基本人的合法性都有问题，那其他就更不用说了。按照乌克兰的法律规定，总统任期是5年，泽连斯基于2019年上台。按照规定，2024年3月到4月期间需要举行新一届总统选举，但由于乌俄冲突的爆发，乌克兰进入战时状态，再加上泽连斯基不断延长，即便到了2025年4月依旧处于战时，所以应该进行的选举无法举行。但俄罗斯总拿这件事说事，质疑泽连斯基的合法性，还一直催促乌克兰政府要在联合国的监督下重新选举，直接惹得特朗普不高兴了。面对俄罗斯的得寸进尺，特朗普表示非常失望。乌克兰都接受无条件停火了，你居然还在提高要价，这样搞得特朗普非常没有面子，因为乌俄和平谈判是特朗普一直在推动的。事实上，猜测普京不断重提这件事，并非真的想要达成乌克兰重新选举的目的，反而是为了不断向泽连斯基施压。毕竟在当前的政府中，泽连斯基肯定是坚持打到底的领头人。值得注意的是，从近期普京的一些表态中可以发现，普京并不着急推进谈判，因为打仗跟谈判是两码事，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依旧得不到，反过来也一样。3月24日，美国与俄罗斯在沙特利雅得进行了谈判。25日，美国又在同一地点与乌克兰进行了商谈。原本外界有人认为，三方在会谈后可能会联合发表声明，最次也应该是两方发布，但结果却是三方都在各说各的，没有任何交集。但火力军从这3份声明中发现了一些不同，美国、乌克兰以及俄罗斯三方的说辞都不在一个频道上。首先，美国的声明重点放在了必须停战、实现持续和平上，并且特别提到了帮助俄罗斯恢复农产品与化肥出口，同时确保被带到俄罗斯的乌克兰儿童能顺利回家。美国的立场是想尽快让战火停息，并在声明中照顾双方的一些诉求，但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表明完全是另一个画风。其中俄罗斯的声明核心只有一个，就是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乌克兰更是直接，国防部长乌梅洛夫表示，黑海航运必须得到保障，并且警告称，如果俄罗斯违反协议，那么乌军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自卫行动。
显然，在这两场谈判中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共识。事实上，为了实现停火，特朗普已经尽力与俄罗斯沟通了，但普京明显不买账，完全没有进行退让。这自然会引起特朗普的不满，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不听话我就制裁你。因此，特朗普才对俄罗斯发出威胁。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表示计划在新的一周再次与普京通话。而针对特朗普的威胁，目前俄罗斯尚未做出回应。接下来就是特朗普发出的第二个威胁，针对的对象正是中东地区的伊朗，同样是在接受 NBC 采访时表示的。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国就一直强调必须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然而，联合国核监督机构2月份的一份报告称，伊朗已经加速了其接近武器级的铀生产，将铀浓缩到高水平的裂变程度。特朗普同样对伊朗表示出很生气，称如果伊朗不达成协议，那么就只能出动美军对其轰炸了，轰炸规模将是伊朗从未见识过的。另外，特朗普还威胁称将像4年前一样对伊朗征收2级关税。报道还提出，美国正在与伊朗高层对话，但并未透露更多内容。另外，当地时间3月28日，特朗普在白宫表示，3月初给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写了一封信，倡议就新的伊核协议进行谈判。特朗普明确表示，希望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伊朗必须在2个月内达成新协议，不然将面临很坏的结果。3月28日，特朗普再次加码，表示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不回到谈判桌上，美国将采取一些必要行动。与此同时，美军至少7架 B-2 隐身轰炸机从美国本土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起飞，前往印度洋中部的迪戈加西亚基地。该基地距离伊朗仅2000公里，是美军发动中东空袭的空中跳板。同时，多架 C-17 战略运输机与 KC-135 空中加油机同样抵达该基地，为轰炸机远程部署提供保障。要知道，美军现役的 B-2 轰炸机仅有20余架，去掉正在维护的与正在返回基地的，这7架 B-2 估计是美军能出动的所有数量了。如此不同寻常的迹象表明，美军似乎在酝酿实施大规模远程打击。不仅如此，美军还有2支航母打击群。当前，卡尔文森号航母已经接到命令，从西太平洋前往中东，再加上原本就部署在中东的杜鲁门号，将组成双航母打击群。空中 F-35A 战斗机同样部署到了伊朗周边，即将在波斯湾摆开阵势，或将演练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路线。显然，特朗普认为伊朗目前只有一个选择，否则将面临2个很严重的威胁：一是美国会轰炸伊朗，2是会对伊朗征收2级关税，对那些从伊朗采购石油的国家征税。针对特朗普的言论，伊朗政府发言人在3月30日发布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格拉奇已通过阿曼向美国转交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对特朗普信件的回复，称拒绝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仍然坚持不会在极限施压与军事威胁的条件下进行直接谈判，但过去有过的间接谈判倒是可以继续。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伊朗与英美法等多国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以此换来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但在2018年5月，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宣布单方面退出协议，并重启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措施。2019年5月开始，伊朗逐渐终止履行的部分条款。不过，在这次对话中，伊朗表示所采取的措施可逆。另外，哈梅内伊表示，称美国应该清楚，与伊朗打交道，仅靠威胁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如果美国按照特朗普的威胁行事，也就是伊朗不与美国达成新的协议就遭到轰炸，那么伊朗也将做好战争准备，对美国发动沉重打击。另外，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伊朗同样表示，也门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战争，任何进入也门的势力都会陷入困境。如今美国再次挑起与也门的冲突是非常不明智的。显然，外界认为美国正准备在中东大干一场，下手可能非常狠，甚至可能与以色列展开协同作战。目前，以色列已经制定了重新占领加沙的计划。如果美军出动 B-2 轰炸胡塞武装，配合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将形成双线夹击之势。要知道 B-2 携带的 GBU 武器作案地弹，不仅能威胁胡塞的据点，同样也能摧毁伊朗的地下核设施。伊朗核设施会被摧毁吗？答案预计不久即将揭晓。除了俄罗斯与伊朗以外，特朗普同样对乌克兰表达了不满，甚至发出了警告。特朗普表示，乌克兰真的让自己不满，因为特朗普看到泽连斯基试图在稀土交易上打退堂鼓。如果真的这样做了，那么乌克兰就会遇到问题，而且是大大的问题。
原本乌克兰与美国已经达成交易，但如今却想重新谈判。根据媒体披露的协议内容，美国与乌克兰将共同设立一项基金，乌克兰会将本国石油、天然气以及矿产等资源中 50% 的收益注入该基金，美国将最大程度享有该基金产生的经济利益，同时将部分收益用于对乌克兰的再投资。在2025年2月28日，泽连斯基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按照泽连斯基的安排，当天原本打算签署两国矿产协议，但却与特朗普爆发激烈争吵，甚至被请出白宫，签署也就不了了之了。因为泽连斯基在3月28日表示，乌克兰收到的矿产协议新版本与先前的版本完全不同。根据媒体披露，新方案改变巨大，美国要求乌克兰向一个联合基金转入所有国营、私营企业开发自然资源的全部未来利润，并将所有收入立即换成外汇，并汇到乌克兰境外。美国要求获得乌克兰所有资源的有限开采权，联合基金所获利润需要首先转给美国，以此来偿还美国自2022年开始向乌克兰提供的所有资金，同时附加 4% 年利率的利息。等到所有债务还清之后，乌克兰才能使用基金利润用于本土重建等事务。这项基金将由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运营，基金董事会由5人组成，其中美国提名3人，乌克兰提名2人。另外，新版本不包括任何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并且乌克兰没有做出重大权利的决定。而在3月29日，有媒体证实，泽连斯基要求美国修改矿产协议，额外提出要求美国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火力军猜测，乌克兰想必准备开出更多条件。当然，这也不能怪乌克兰，毕竟特朗普的胃口太大，想要乌克兰所有能源与矿产管理权。接下来就来看一下愚人节当天的军事消息，顺便来辟个谣。继 F-47 后，美军公开第2款6代机，福特级第3艘将被命名为马斯克号。4月1日，美国海军在官方账号上宣布，诺格公司在下一代舰载战斗机 FA-XX 项目中胜出，其产品被命名为 F-45 熊猫2，以纪念美国海军曾经装备的 F-14 熊猫。美国海军将和诺格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00亿美元的合约，推动 F-45 进入工程研发制造。从美国海军公布的外形效果图来看， F-45 采用蓝木大翼构型，取消了垂直尾翼，可以最大程度的确保隐身效果。从图片来看，机翼上还有一小段可动式边条翼，机动性有一定的保障。F-45 的消息虽然很突然，但的确是有说法的。洛马之前宣布退出美国海军6代机竞标，如此一来 FA-XX 项目的竞标商就只剩下波音和诺格，而美国空军的 NGAD 项目被波音拿下。从美国一贯的选择来看，拿下 NGAD 项目也就意味着波音被踢出 FA-XX 项目，毕竟鸡蛋不能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波音是否有能力承担2个6代机项目也是未知数。另一边，诺格公司虽然在轰炸机领域有很好的表现，但是在战机方面就稍微有些不足了。再加上大黄蜂战机项目上，诺格公司也没得到多少订单。如果输掉 FA-XX 的竞标，基本就可以告别战机制造商了。美国对武器制造商的态度就是大家一起竞争，少一家军工企业也就意味着竞争烈度会降低。从这个角度来看，诺格淘汰波音，成为美国海军6代机的制造商也无可厚非。只是从效果图来看， F-45 没有采用利于隐身的一体式座舱盖， F-35 上已经用上了这个技术，海军的6代机没有道理不用。加上美国海军公布的时间为4月1日，以及特朗普也没有像空军公布6代机那样大力支持，所以这很可能是愚人节的玩笑。当然，火力军也要提一句，美国海军的 FA-XX 项目，诺格大概率会成为最后的胜者，但效果图以及名字或许会发生变化。另一边，2025年4月1日，一条消息开始疯传，美国海军计划今年晚些时候下水的 CVN-80 航母将被命名为马斯克号。根据消息显示，这艘航母原本要被命名为企业号，如今将成为首艘以在职总统高级顾问命名的航母，预计11月就会下水，并于2029年投入使用，以取代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但火力军翻看主流媒体网站，并未发现相同的报道，再加上4月1日这个时间点，很难不怀疑是一个恶作剧。毕竟美国白宫发言人、美国海军以及其他主流媒体都没有这篇文章的报道，所以火力军有理由认为这是一条假消息，你们觉得呢？除了马斯克号之外，美国海军这边还有一个重磅炸弹。根据消息人士，一艘将用于情报收集目的的新型信号情报船将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名字命名。虽然这个消息被白宫否认，但据说这个命名决定已经成型。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你们觉得特朗普发出的威胁与警告能换来美国想要的局面吗？针对福特级新航母命名为马斯克号，你们觉得是愚人节玩笑还是真实的？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